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我刚做完有关 Starliner 宇航员返回地球后身体健康是否严重受损的视频，没想到又看到推特上有人的惊人言论。这货在推特上发文说，龙飞船采用多伞降落、海上回收，是因为没有掌握着陆器的反推技术，并得出拥有反推技术的着陆器可以单伞定点着陆，而没有这项技术就只能多伞海上着陆的结论。这样的言论真的是能惊掉人的下巴。在我看来，这货就像是一位义和拳的大师兄，在鼓吹现代防弹背心的防弹效果还不如他刀枪不入的神功。观众朋友可能会好奇，决定飞船返回经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飞船返回到底是单伞好还是多伞好？飞船返回地球的落点到底是陆地好还是海上好？为什么俄中的宇宙飞船全部采用了陆地回收的方式？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问题。首先，咱们先来聊聊决定飞船返回经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大家请看屏幕，决定飞船返回经度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是飞船返回前轨道参数的调整，这主要包括了轨道高度、轨道倾角、载入点的选择和载入角度的控制。简单的说，返回时飞船的轨道高度越高，就意味着需要更精确的减速计算，因此飞船的着陆误差就会越大。而飞船轨道倾角对飞船返回经度的影响表现为，飞船的轨道倾角越大，一方面飞船着陆点的选择余地就越大，能够选择一些高纬度的地区着陆，但轨道倾角越大，也意味着飞船在载入大气层之后受到的气动影响也就越大，因而越难实现高精度的着陆。载入点的选择和载入角度的控制同样对飞船的返回经度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载入点和载入角度会影响最后的载入轨迹，而载入轨迹会影响发动机载入时的点火时间，发动机载入时的点火时间又能显著地影响飞船的返回经度。目前的经验表明，如果想让飞船的返回经度控制在10平方公里以内，发动机载入点火的时长精度控制必须达到毫秒级的水平。决定飞船返回经度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载入的控制方式。像双子座飞船、联盟飞船，载入方式采用的是弹道式载入，基本上是无控的，因此精度就比较差。而像神舟飞船、猎户座飞船、Starliner 飞船，它们都采用了受控载入的方式。这种控制方式使飞船在进入大气层之后，降落伞打开之前能不断修正自己的飞行轨迹，因此飞船返回的精度就有所提高。决定飞船返回经度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飞船的导航。像双子座飞船、以前的联盟飞船采用的都是传统的惯性制导，精度就比较差。而像神舟飞船、猎户座飞船、Starliner 飞船这些新世纪诞生的飞船，传统飞船上的机械灌组早已被精度更高的激光灌组所取代，并且采用了激光灌组加 GPS 的组合制导模式，因此飞船返回精度得到了大幅的提高。决定飞船返回精度的第四个主要因素是降落伞的开伞时间。降落伞开伞越早，降落伞的打开高度越高，飞船落点受气流的影响就越大，气流波动越明显，对开伞后飞船的影响就越大。以上两点都可能让飞船更远地偏离预定的着陆点。最后，在以上4个主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采用弹道式载入、惯性制导的飞船，比如双子座飞船和以前的联盟飞船，它们的降落精度大约是30平方公里。不过，联盟飞船由于改进有限，到现在降落精度仍然是30平方公里左右。而采用受控载入的神舟飞船、猎户座飞船和波音公司的 Starliner 飞船，它们的降落精度在10平方公里以内。SpaceX 的龙飞船更是因为采用了最新的控制技术和导航技术，把飞船的降落精度控制在1平方公里以内。以上
就是影响飞船返回经度的主要因素。从我的介绍中，大家可能能看出，在影响飞船降落经度的主要因素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反推技术。事实上，反推发动机是在飞船底部距离地面仅仅有1到2米的时候才工作，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为飞船的着陆提供最后的缓冲，对飞船的降落经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视频一开始提到的那货，在完全对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在那里云山雾罩，实在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并且，飞船着陆前的缓冲也并不是非要反推技术不可，完全可以使用类似汽车上的安全气囊这样的装置来实现缓冲。猎户座飞船和波音公司的 Starliner 飞船都可以在海上或者是陆上着陆，而他们在陆上着陆前最后的缓冲使用的就是气囊方案。另外，中国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孟舟号飞船使用的也是气囊缓冲的方案。孟舟号已经在2020年进行了它的首次无人试飞，返回的孟舟号在气囊的缓冲下，舱内的设备状态良好，这也充分证明了气囊缓冲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好，聊完了着陆经度和反推，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飞船返回到底是单伞还是多伞好这个问题。其实，不管是单伞还是多伞，最终的目的都是让飞船安全的降落。设计人员往往会在确保飞船安全降落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技术能力、生产能力、经济成本和历史严格等因素，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降落伞方案。应该说，单伞和多伞这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单伞方案的优点是重量较轻，由于单伞系统只需要一个主伞和一个备用伞，因此相对较轻，这就使得飞船可以节省出空间和重量，便于其他重要设备的携带。另外，单伞系统的结构、操作和维护也相对简单，减少了潜在的故障点。单伞系统的第三个优点是回收精度高，因为只需要控制单个降落伞，就能够相对精确地控制飞船的着陆点。但是，单伞系统也有它的缺点，单伞系统往往就是一个主伞加一个备用伞，因此如果主伞失败，备用伞将承担全部的着陆任务。如果这个时候备用伞也失败，飞船就有可能出现较大的安全问题，这就会导致单伞方案的使用风险较大，应急处理能力较弱。单伞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难以用于重量更大的飞船。目前，联盟号飞船的返回重量大约是2500公斤，它的单伞面积是1000平方米，而中国的神舟号飞船的返回质量达到了3000公斤，单伞面积更是达到了1200平方米。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已经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单降落伞，它的制造难度是非常大的。未来，中国必然要研制质量更大的飞船，如果仍采用单伞方案，就必然需要面积更大的降落伞，而这将大大增加降落伞的制造难度，同时还会大幅增加成本，降低产品的可靠性。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在新一代载人飞船孟舟号上首次进行了多伞方案的尝试。现在，孟舟飞船首飞成功回收，也证明了中国已经初步掌握了多伞回收的技术。未来必然会有更多的多伞方案出现在中国的新的返回式航天器上。说完了单伞的优缺点，下面咱们再来看看多伞的优缺点。说到多伞的优点，首先，多伞方案的冗余性更高，每个伞承担的载荷更小，因而安全性也越高。第二就是多伞能承载更大的载荷，因而非常适合更大、更重的飞船。说到多伞的缺点，多伞系统需要多个降落伞和部署装置，因此系统的重量更大，这就会降低飞船的运载能力。另外，多伞系统的复杂性高，特别是如何确保多个降落伞在打开和飞行的过程中不会相互缠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事实上，以前俄罗斯和中国没有在飞船上采用多伞方案的最根本原因，很可能
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现役或者是即将投入现役的几型飞船的外形尺寸和发射质量的统计。虽然我没有找到这些飞船返回舱的准确质量，但从手头的这些数据，我们也能够推测出猎户座飞船、龙飞船、Starliner 飞船返回舱的质量肯定要大于联盟和神舟的返回舱。因此，对这些返回质量更大的飞船而言，在确定已经能够很好的解决多伞的缠绕和控制的前提下，多伞肯定是比单伞更好的解决方案。聊完了单伞还是多伞，下面咱们再来聊聊飞船是海上回收好还是陆上回收好，以及中俄飞船为什么会采用陆上回收的方式。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需要首先确定的是，像美、中、俄这样的国家都有广袤的国土，因此对他们来说，陆上回收场的选择都不存在问题。现在我们假设不考虑政治、军事、国际环境等因素，那么由于地球上71%的面积都被海洋所覆盖，因此选择在海上回收飞船就意味着飞船能有更多的落点选择，所以从技术上讲，海上回收飞船肯定是自由度最大的最优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刚才被我们忽略的那些政治、军事、国际环境因素，海上回收就不一定适合任何国家了。大家现在看到龙飞船回收就在佛罗里达州西海岸海域，去上一条回收船，再放出几个快艇就行了。可那可是在人家的家门口，美国还是全球公认的第一海军强国，龙飞船又拥有极高的降落精度。在上世纪70年代，阿波罗飞船回收的时候，美国可是要出动航母舰队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首次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为了能成功的打捞火箭头部的仪器舱，中国组建了一支特混舰队前往预定落点的海域，防止敌对国家抢先把仪器舱打捞上来。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海上回收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要具备足够的海上力量，能够确保回收过程的安全。第二是要拥有足够的海上打捞、海上救援力量，能够处理现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第三是飞船要有足够的降落精度，否则就需要更加强大的海上力量来保卫更加广大的预定着陆区域。事实上，俄罗斯的联盟飞船的着陆精度大约是30平方公里，想确保这么大的海域在自己的完全控制下，以俄罗斯现有的海军实力做到这一点还是比较费劲儿的，即使是在全盛时期的苏联也很难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前苏联在一开始就确定了让宇宙飞船在陆上着陆的回收方案，这个方案被一直沿用至今。这中间既有基于国家实力的考虑，也有历史路径依赖的影响，但从技术上讲却并不是一个最优的方案。至于中国的神舟飞船，由于其研制初期大量借鉴了俄罗斯联盟飞船的设计经验，所以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陆上回收的着陆方案。至于为什么中国的新一代孟舟号飞船依然是采用陆上回收，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不说，大家也一定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节目做到这儿，大家听我唠叨了半天，相信已经对飞船回收的精度控制、单伞多伞、海上陆上选择有了一定的了解。再看到像节目一开始时那样的信息，肯定就不会被他们的言论所误导了。好，关于飞船返回是单伞好还是多伞好，以及飞船是该海上回收还是陆上回收，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